来，首先是来我们认识一下咱们的纸托。纸托呢，这个是一个目前市面上用到最多的，它因为比较便宜也比较好用，但是相对来说，它会有一些短，就是你想做非常长的指甲，你做不了。就想要很长的那种做不了，但是说正常基本上我们日常所用到的这个马蹄形都能做出来，啊。每次用呢，我们就先拆掉一个，其实还有一些其他质地的，比如说有一些更加这个这种更硬一点点的这种，但是像这样的吧，都可以，但是这个比那个要贵得多，就要贵得多。反正就是练习，刚开始练习，你们先来用它。如果说真的觉得这个技术适合你，你能在店里有相应的这个收入的话，你到时候。你想去用什么样的就用什么样的，好不好？自己再单独去买。练习的话，你能把这一卷全练习上，你的技术绝对能练出来。好了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纸托。纸托呢，一般不要去买那种非常薄的，对于新手来说非常不好练。纸托呢，一般是一整个大的，这个叫做马蹄形，它像一个马蹄子那个形状似的，所以叫马蹄形纸托。中间呢是有一个这种小圆圈。我们一会儿每次使用之前，你先找一支比较平一点的笔啊，在上面去垫，但是你会发现这么一压的时候，这个片片它就翘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来，我每次用之前，我们先去给它反过来正着贴都可以，无所谓的啊。反过去正过去都无所谓，都可以的。好，贴上去之后再拿回来，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把这个纸托给压上去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给大家讲过，咱们延长来说。缓忘给大家去说这个指尖部分的这个形状，是不是？你看所有的纸托它都有一条中心线，两边对应的这是格格，然后后来我们又出来很多的这种假托的，你看它是有这种自然的弧线，是不是？这样呢就更好的去参照我们去做一些延长甲的这个边缘。好了，像这种的来说，需要我们自己去控制边缘的形状。然后我这里呢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咱们从指尖部分来看，只要跟过我课程都知道啊，不管是这个本甲结构还是延长甲的结构，它都是有一些这个侧面弧度要求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同样的，我们对于指尖部分也是有要求的。大家现在可以返回到之前那个基础理论课，如果有空余的话啊，再把之前的那个现在的内容加进去，放到一块儿，到时候看的话就容易看，不然这一块那一块就不好找，好吧？就不太好找。好了啊，这是我画一个我们整个指尖肚子的部分。其实这么一说，大家都就懂了。这是我们的指尖勾下来啊，指尖勾下来，其实是稍微扁一点就好。这个呢是我们的指甲后缘，我们在铺这个，我先画的。这样能看明白吧？就是这么一个角度啊，就是从侧面来观察，除了看侧面以外，还要看指尖。指尖我们的弧度也是有要求的。我跟大家说过，做延长要记得后面薄、前面薄、左面薄、右面薄，中间是最厚的。所以从那个侧面看起来的话，再去找高点，可能在1/2，可能在1/3处。但是从指尖来看，它永远是有一个半月牙形状的。永远的高点都是在指甲侧面的中心线上，就是不管你这个胶铺的有多厚啊，不管是铺成什么形状，这个你的 C 弧有多大，它的高点永远是在中间。比如说不光侧面要去观察，从指甲的前端也要去看它的这个高点的存在，好吧？这个能理解吧？你看标准来说，咱侧面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半月牙，看一下啊，画一个半月牙。半压下去，这么一看的话，哪里高哪里厚，哪里厚哪里薄，是不是能看出来？说两边薄就是两边薄啊，两边是薄薄的，中间胶是最厚的，所以它是最高的，给它做上去。那如果说一旦本甲形状是这样的，结果你铺出来的胶是这一种，这就说明两端一胶了，就是你的胶高点不在中间，两边开始变厚的时候，或者说任何一边开始有胶比较往外凸的时候，不再是一条弧线啊，咱们叫做 C 弧，C 弧有好几个 C 弧，这是指尖的 C 弧。那么说明两端有一胶，或者这个位置突然胶多出去，形状就跑偏。所以我们通过侧面或者前面指尖去观察这个 C 弧的角度是对还是不对，好吧？然后看这个 C 弧呢，我也给大家说过，有的这个甲片，你比如说咱们的前碟甲片，它从指尖来看，它的 C 弧就是一个半圆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么大的 C 弧。那么我们要自己去做出这个弧度来的话，拿过纸托来，是不是我们需要自己去捏出它的这个弧度？如果说我想要扁一点，
对吧？我不想要这个我的 C 弧那么大，我是不是有可能铺胶的时候我就不会铺的特别靠下，就不会铺到这儿，我可能往上来一点，是不是？可能往上来一点，哎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所以说，待会儿为什么要提前让大家先把这个指托这样给沿着中心线啊，不要歪着，就是中心线在这儿，好，压一下，就压一下啊。拿下来之后，看看它是有一个自然的弧度，比你平着去带要好带得多，而且这样呢也方便大家去后期去做塑形，好了，这是我们的指托。第一步，先去捏弯啊，先捏弯。今天的笔记需要大家自己去着重记，我是以简写的方式实操为主。好了，弄好它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取下来了。现在是整个它都是一个弧面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把后面给它撕开，现在就可以去带指托了。带指托的话，其实每个人他的微笑线形状是不一样的。不懂的立马问，今天是一个难点，不懂的立马问啊！你看它的这个弧度是一定的，每个指托它的弧度都不一样。你看它这个偏向于尖的一点，这个呢就是圆一点，是不是？一个指托一个样子，你们必须得学会去修剪指托，不然你的指托是卡不紧的。然后我们指托，我跟大家说过。贴甲片是在指甲本甲的上方去做延长，做指托呢是卡在它的下方，卡在本甲的下方去做延长。用这个延长胶做出来的，可能你们刚开始会很慢，但是说实话，它出来的效果是任何甲片都比不了的啊！好，来。泡10分钟左右有效，10分钟左右就好了。好了啊，你看一下每个这个指甲，它你那个手吧，有个手有短的，我记得长的短都给你们演示一下。看每个指甲它侧面它的微笑线形状是不一样的。你像这个它是一个弧上去的，高点比较高，但是有的这个顾客的指甲呢，它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比较平一点的，比如说这个小拇指比较平一点的。所以说同样的一个指托，我们要学会去修剪，根据不同的这个弧度来走。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AB 点就卡不进去，但是同样的这一个 AB 点，这个 AB 点你看它就能卡进去啊。所以说如果你的顾客的手指托卡不进去的话，是需要修剪的，啊。这有一个步骤给大家去写一下吧。剪指托先是做弯曲啊，做弯曲之后先去试带。然后我们的这个整个它是有一个标准弧度，因为这上面是有点黑的，让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啊。我换一个这个，我换个这个。这样我用它一表示啊，还有一些问题点啥的，你们就能看明白了，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这一步做到这儿的原因是啥，就搞懂了啊。不懂的快问好不好？就是不会剪指托剪不好，那今天咱就好好学会了就学过去就会了啊。来看一下怎么去找它这个角度，因为每个你看我的大拇指这个平的，有的它的这个微笑线是特高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它指托又是固定的。来，教你们一个最好去辨别的点，我先看一下哪个带不上啊。就拿这个食指来说。来，我们给顾客做的时候，他的手是在这儿，手在这儿，我手往后一点点，对，这样啊。看我们拿指托怎么拿呢？用你的2个食指，这边给它加大拇指是捏住，这样弯曲着往里去带。因为你平着带的话，它的前缘这个地方是怎样的？有一个小口口，我们需要这个甲托跟我们的指甲是完全贴合的，不能中间留有空隙。所以说我们在贴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弯曲，指甲弧度有自然的弧度嘛，是不是？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在这里有几个注意点带指托，有几个注意点，你们先把这个注意点记下来啊。第一个就是 AB 点完全卡紧，AB 点完全卡紧，不能有空隙，不能有空啊，绝对不能有空隙，绝对不可有。第二个，我们指尖前缘的部分完全卡紧。我这个之前课程有讲过，如果说大家再有
还有很不懂，你们可以多节课反复看，因为我这节课讲的内容跟之前又不一样，也不能说不一样吧，又有一些这个其他东西的一个进阶，所以说你们多去看一些课程啊，这些都属于最基础的了。第一个 AB 点完全卡紧，然后来再看我们的指甲前缘 C 弧这个位置不能留空啊，前缘 C 弧。不能留空，同样不能是留空，你们自己去记清楚。首先，我们就拿着这两个标准来说，我们去带指托。第三个就是额外比较简单，我今天就简单化给大家说，就是带指托之后，它的侧边线，在这中心线对准，中心线对齐手指中线，咱不是有的时候容易有一些歪斜的指甲吗？通过它就可以去做调整了。中心线对准手指的中线。就是这不是1和2中间有一条竖线，这就是它的中心线。我对着找手指的中心线，我调整一下位置，是不是？看这样呢，它的中心线找准，然后这个位置，前缘卡紧，两侧 AB 点，但是现在是不是留有空隙，没有跟 AB 点完全卡进去？待会儿我教大家怎么去卡指托，这也就是带指托、修剪指托的要点了啊。好了，这是这个重点，然后待会儿一边做，我再一边跟大家说其他，再说其他。怎么去剪这个指托？真遇到不好的这个甲型，我先给你们去剪一次，你看啊，来，我平着往里卡，平着往里带。目前来看的话，这个指托，能看出它的指甲一边高一边低吧？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？它的微笑线形状，你看它的微笑线形状，一边点在这儿，一边点在这儿，一边高一边低，所以这边能卡上，这边卡不上。只要你的指托带的正啊，跟整个手指中心线卡好，我们就知道它的指甲是一个歪斜甲，是有问题的。那我们怎么去修剪就能让这边卡进去呢？来，把你的这边 A 点对应下来，在这儿你定一个点，这边定一个点，这边下来之后，在指甲的外侧定一个点，看见没有？定这个点，然后指甲前端，指甲它的本甲宽度是多少？对不对？宽度在这儿。宽度在这儿，好了，我们定好了这几个点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进行修剪了。剪的时候怎么剪呢？比如说这边点高一点啊，这边低一点，我们就沿着它本来微笑线的高与低对称的在上面确定高与低。比如说两边在下剪的口的位置，这个点不是我们 AB 点吗？在下剪口一定要比这两个点还要靠里一点开始剪。比如说我的点在这儿。那么我剪的时候，我要从这儿开始剪，不能直接从这个点开始，好吧？从里面一点点开始剪的时候，这边不是高吗？那我留的这个空，其实就是沿着它这个微笑线的形状来，那我这边就留的大一点，这边留的小一点啊。你如果说按照标准来说3点一线，我走出它的这个微笑线的形状，应该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应该是这样的，但是它这边的位置要高，我们就按照它微笑线的形状往里收一收，往里去收一下。先给你们这样剪去看一眼啊。好了，确定好这个线，从这个定点的内侧开始去剪，宽度剪多宽？我们不是就是它指甲白色区域就长出来的那部分的宽度，就是我们要来看一下啊。卡了吗？我说卡吗？来，我用一下。对，往前一点。好，看一下，现在还是平着往里进。我们擦一下啊，上面有点黑色。现在我在后缘记得指头给它稍微掰开一下，然后来带的时候呢，先带左边，再带右边，或者先带右边，再带左边都行。你看就这么平着带进去，稍微糊一点啊。拿手扶住它的指甲，手，要不然它老自己跑，你就没有这个不太稳定。这个拿的时候稍微往下一点，不要太往上了。看，先带哪边都行，带进去，然后中间弧度确定好。现在再来看。我先不找别的啊，我们就先来看 AB 点。我们现在就来看 AB 点，是不是卡紧了吧？对吧？什么叫卡紧？这个位置你不能再往上了 ，AB 点是完全衔接到一块儿去的，甚至说你可以把比 AB 点稍微高一点都没问题，但是不能你这边已经到底了，我再往上也带不上去，它的肉就到这儿了，是不是？那这就基本上卡到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只要学会修剪指头，这个都没有问题。这是第一个教大家修剪的方式。如果说大家看不清卡指托剪甲型还有要求吗？什么意思？
甲型有要求吗？甲型没有什么要求，只要别太长就行，只要别太长，因为长了它的鹰钩甲，比如说指甲往下勾，我勾这么长，我戴我也戴不上去呀，是不是？我想调也没法调，所以得剪短一点啊。甲型没有什么要求，只要别是扇形甲就好。所有的扇形甲打开的全部给它收窄，两边沿着直线下来，这就是标准日常做贴甲片的那种修甲型的方式，好不好？然后再给大家用一个透明的纸给大家再说一次啊，再说一次，因为这个和大家说不明白。咱这个纸托，比如说我再拿一个，找一支平一点的笔啊，我这支是有一点点中间高两边窄的那种，看一下啊。来，还是这个纸托一个新的，我在戴的时候平着进去，左边是戴不进去的，是不是？左边戴不进去也好，没关系。高点一定是整个，你看从这边来看，它的中心点也是一个最高点，不能出现偏差啊，一旦出现偏差就不行了。来，平着往里带。带到这儿，好，找好手指中心线之后，我先给它简单确认一下，来把这个两侧的点给它定出来，对不对？微笑线是在这儿啊，从这个地方是不要从贴着指甲走，是冲着它 AB 点的这个点下来的位置，因为我们现在是给大家画，真正以后的话，你们就看下面对应的这个竖线的位置在哪里就可以了。我就知道它它最宽是到这儿，那么就沿着这条线往里一丢丢开始下剪，明白吗？哎，这是我们定好的两个点以及前缘。前缘的话，你比如说戴进去，它的指甲多宽，你就是剪多宽，指甲多宽就剪多宽，不是说我指甲愣窄，你剪的特别长，没必要啊，没有必要。这些我平常我是没有给大家去讲，就咱们课程里面会讲一点。好了，找个塑料纸紧贴甲面啊，紧贴我们指甲。看一下，我沿着它微笑线，下面这一条，我给它画出它微笑线的形状来。是不是这边高这边低？能看出来吧？它的微笑线形状一边高一边低。哎，这个弧度其实就是我们放在这儿，哎，这边对应上去啊，这边也对应上去，是不是？看见没有？这就是正好这边点对应这边点，这边点对应这边点，我们这个中间的区域就是我们需要修剪掉的部分，这就是我们需要修剪掉的部分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定好它的点大概两侧的位置最宽是多宽，然后根据它这个微笑线的形状去直接下剪就可以了啊，直接下剪就可以了。没有边缘的能卡指托吗？能，比较指甲比较突出，可以，但是你需要先做假指甲。你可以待会儿今天的课程结束之后，上咱们主页上你搜索肉包甲的延长，就是你搜肉包甲就会出来，有专门的一些问题甲的延长方式，好不好？我有教你们怎么去把那个假指甲做出来，然后再去卡指托。好了，这中间的位置，哎，这样我们确定好了之后，我再去剪，是不是就能剪出来了？大家能理解我意思吗？能理解我的意思不？到目前来说，能不能听明白？剪什么形状？在指托上就剪我们这个的形状。剪的时候，这边往下一点，这边弧一点，那边深一点啊。也就是说，这边对应的下来，我就往里一丢丢开始下剪，我剪的深一点，对吧？到这边的时候，哎，我就不再剪这么深了，我往上来一丢，剪的稍微圆一点。你们剪到最好用一个弯剪去剪啊，用弯剪平的话，它容易拐角不好拐，能不能明白，宝子们？能不能明白？这个需要大家多次反复去练习，一次是做不好的啊，需要多次反复去练习的。就一次剪不好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，再来一次。就是新手来说，重复剪指托不丢脸，老手剪都不丢脸，咱怕什么？啊，就这么去剪，好不好？去剪好它。能看明白吗？能不能明白？没了，外甥给我拿着不知道偷水了，从哪儿？我的第二副耳机已经废掉了，能不能明白？没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过了啊。没问题，我过来。为啥这么模糊了？是我手机问题。这边很清楚，到那边就很模糊。
来，开始去往上佩戴，剪好指托之后开始佩戴啊。我先把这个戴上，平着糊着啊，糊着这个面去往里推进。推进的同时，你可以先戴左边，再戴右边，也可以先戴右边，再戴左边，都可以。两边 AB 点卡到底之后，我们去调整它的中心线的位置，一定要跟整个手指的中心线对齐。对齐之后，看检查前端这个指尖部分没有问题。来，你放松啊，你不要使劲。这个地方先给它压紧，压紧之后，你再怎么弄，它就不动了，它就不会动了。这个时候来看一下，我们把两侧的位置开始慢慢的就给它往里收，一般呢，这边带进去卡好之后确定没有问题了，我会捏住这儿，往前面，我会捏住这个位置，防止指托再跟着跑，一定要卡紧，边缘一定要卡紧。然后这个手拿着过来，还是一边做一边去找它的中心线。今天没有人是不是？往里去收这个指托，收的同时我们要怎样？在收的同时要往上去顶，因为你不顶的话，前缘可能留有空隙。但是当你往上顶的时候，看它是不是就给严丝卡紧了？也就是说，这 AB 点确定好了，我拽住它不动，然后接下来我才调整它的一个高度问题以及弧度啊，弧度先不要着急，你先把这个指托 AB 点以及这个前端给它弄好。所以说在做的时候，这边弄好了啊，后面先不要给它贴紧，哎，慢慢两边顶着往里去，往上顶着贴好之后没问题了。在手的下端这儿必须给它捏紧，这儿捏紧了之后基本上就不动了，下端捏紧了之后基本上这就不动了，我们这个指托基本上来说就没有问题了啊。这边你就可以给它压下去，哎，我们的指托基本上就戴好了。但是来看我们整个前缘这个位置铺的是比较宽的，有没有感觉？比例的本甲弧度比较宽，这里呢就运用到我们这个，如果我想我的 C 弧大一点，就是跟咱们平常的甲片那种似的，想要 C 弧大一点的，半圆一点的，要怎样？两侧铺胶以及它的高度一定要尽量的往里收，去窄一点，你铺胶位置就要宽。但如果说稍微扁平一点的，其实这个剪指托剪好之后，除了这些注意点，我们在佩戴指托的时候，佩戴的时候这些注意点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前缘的弧度。来，给我你的手，你不要乱动，你不要带着这个指头乱动，你给我跑偏吧。你看啊，前缘不是有一个水滴吗？我给大家写一下水滴。什么叫水滴？也就是说我们戴好的指头来反手往上勾一下，前缘，哎，咱给它捏紧，捏对称，捏好了之后，它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个水滴状。这个水滴越大，代表你要做的这个甲型可能就会前缘宽一点。但我要想做一个尖形甲，那么我肯定两边就要怎样？往里把指托往里收，前缘再往里收，因为越往前它越尖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它的这个水滴就会越来越小。所以说水滴形状就确定咱们指甲的一个甲型，确定甲型能一次铺好胶的就不要二次去给它打磨修形。来，再把两侧往里去收，这样收一收呢，看看啊，如果大家实在弄不好，找一个镊子，哎，就沿着你这个甲型，你看，因为它的手指属于比较宽的，但是指甲属于比较窄一点的，所以说我们在给它做这个的时候不要用镊子戳到人家，也教你这个，来就尽量的往里去收窄甲型，但是又不能形状跑偏。前缘的水滴是一个标准的水滴，很对称，如果不对称，说明你的指托带歪了啊。然后都没问题了之后，把下端再去收窄，就是整个指托是完完全全很结实的卡在我们手上的，AB 点牢固，前缘牢固啊，然后整个中心线对准，是不是这些问题？中心线对准，然后前缘水滴，如果我要做一个尖形，是不是做成长尖形的话，越到前端这个地方越窄，那么它的指尖就越窄，是不是？那我要做一个方形甲的话，怎样呢？来看这儿啊，有问题？你们有在直播间的吗？今天没有人吗？你们都不爱学这个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都不爱学？就拿这个刚刚剪过的指托来举例。你看，你要剪成这个形状的话，它带都带不进去。那遇到这样的，我们该怎么去剪指托？应该把指托剪成方形。剪指托的时候就剪成方形啊。微笑线是什么形状？剪指托剪出来，它那个边缘就是个什么形状？要卡进去嘛，是不是？
我这个因为它是方形，我在剪的时候，好，我先竖着稍微倾斜下去，剪出它指甲的一个宽度来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也确定好了另外一边的位置，然后提前再往里收一下。你哪怕我就剪一个最普通的方形上去，是不是剪出一个方形来？再看，给自己戴好难，对，给自己戴是比较难的，给自己戴比较难啊。就是为什么让大家去准备模特？因为给自己做跟别人做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，给别人做可方便，给自己做就有点难。来看看啊，但是很多新手就也习惯于给自己去操作。好了，来先佩戴这边，再戴这边，看一看。然后戴的时候不要平着直接转紧，稍微有点弧度，看留着弧度来。但是这样看这边能卡进去，是不是？这边有一点卡不进去，纸有点挡住，说明这个位置纸有点多了，咱再稍微剪一下。多简单啊！这个纸托就是给自己，我给我自己带一个给你们看看。像这样的呢，哎，这有一个问题了，宝子们，这个先保留啊，先保留。待会儿我还给你们再讲一个重点，现在还在戴纸托上，还在戴纸托上，这边都是戴好的。我先把它们剪掉，好不好？你们不用剪啊，正常操作不用剪。比如说我在我手上，包括你们自己戴的时候都是这种马蹄形，是不是？马蹄形一样的，你可以先拿回去弄一点。哎，马蹄形我给我自己戴，比如说我的这个指甲想做延长，你们就这样，就是这样就能看找准整个手指的中心线。哎，指托捏好弧度，这个手捏弧度，我平着往里戴，但是这样我的指甲都是有一点点带右手吧，好不好？这个扁平甲、本甲，哎，平着往里去进啊，或者说你们先这样。大概放进去之后，稍微有一点点弧度，然后再还是能，它有点黏，没关系，咱这节课延长时间慢慢练啊，慢慢练习，练好为准，试试能不能卡进去。你看，哎，我这个微笑线跟它还差不多，基本上能卡紧，在手指找好中心线的位置情况下，基本上可以卡紧，那说明这样还行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先把两侧捏紧，捏紧之后，来注意，我们前缘在收的同时要往上顶着去收，怎么去顶？为的是跟它的指甲边缘不能留有空隙，看前缘的这个位置。能看见吧？不能留有空隙，再顶着往上走。哎，你看是不是就跟它平起来了？现在我松手，它是不是也是完全卡紧的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佩戴指托的一个方式。但如果有的顾客，你像我这个位置似的，他就是突然这个指甲高出一块来，那一点点不会影响大碍，该怎么做就行了，那没关系，不要去把指托，你指托不可能做成那种波浪形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因为我的指甲比较宽，我要是想修一个方形，对不对？那我这个前缘我的水滴形就会留的稍微大一点，但是呢，两侧该把指托往里收窄就收窄，一定要收窄一点，不能特别平。一个很平的指甲，你做出来的这指延长，一个是废胶，另外一个它形状也不好看，你也麻烦后期啊。好，下来捏紧，自己这么去练习，是不是不就戴好了吗？看我的指甲侧边这个位置还有点高的啊，但是我再往上顶的话，它也卡不进，所以这个空隙留着就好了，不要再去讲究那个。对不对？你怎么弄它都不带掉，也不带跑偏的时候，这样就好了。自己戴指头这么戴啊。我建议还是用马蹄形，省得你们说是因为指托好用或者咋，其实都一样，你技术好用张纸都能做，反正面贴都可以，无所谓的啊。来，再过一下你的手。后缘剪开呀，你撕不开的时候，你就拿剪刀剪一下来放下。对，看一下啊，平着有个弧度，再往里进。这个 AB 点稍微差了一丢丢，只要剪一点点就好。然后弧度进去，在完全卡紧的情况下去观察它两侧的位置在哪里，找手指的中心线啊，不要找指甲的中心线，好吧？找手指的中心线。哎，你感觉往里推不动，但是一定记得不要让人家太疼了啊！来，卡进去，两侧捏紧，确定好它的往上拽着走 AB 点没有问题了，好，开始去收。你也可以这样拿，你也可以这么去收，都可以。我这样呢就会好控制一点，我个人习惯于这样，在做的同时往上去顶啊，往上去顶着去把前缘的这个它的指甲也是，你看能不能看清它的指甲也是有高有低的，来尽量的去给它做的完全贴合一点，贴合面越小越大越好，
但如果实在有一点翘的地方，咱也没办法。哎，这有点好了，是不是？那这边给它加紧，底下所有翘起来的地方都给它捏实啊，捏实一点。哎，这个也贴好了。但是遇到一些问题甲是什么样的呢？最难卡指托的是，你们看到有没有自己两侧这个肉比较突出的，两侧的肉比较突出的。只要这两侧的肉比较突出，你看我接下来大家刚开始线下练，你练上几十个都不算多，你们可劲儿练就行，不行就扔，不行就扔，一大卷500个，你就练就好了啊。我先不去弄它，我直接这么给大家先演示一下。看啊，假设说你们有的时候这个不够弯了，你们就这样，就从中间做这个弧度啊，做弧度。比如说，你看它这个针对的是肉包夹，两边的肉已经影响到你这个指托往下走。咱正常来说应该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但是它的肉让你鼓着这两边，怎么也卡不进去。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我们的另外一个手法。另外一个手法是啥呢？就是要剪猫耳朵。为什么现在好多市面上的这个，它两侧会有这一个小尖尖？会有这个小尖尖，这个尖尖代表其实就是它的猫耳朵。猫耳朵啊，猫耳朵怎么剪？应该剪哪里？这又来问题了，就是肉包夹相关。比如说，你看这个位置，找好它的，哎，这再到最左边的黄线这儿，这边呢最右边的黄线跟这个中间两边还不对称，对不对？但是它的这个地方肉是挡住我们的，我们需要怎样把它这个肉给释放出来？你看这个位置挡住了我们，那我们就把这边的纸给它剪掉一个角，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斜着45度剪掉这一个角。我换那个啊，这个可能看不清。就你们剪习惯了，大概一剪能卡进去，这就差不多就行，不需要就是可那个仔细。你们用弯剪去剪啊，要买剪刀就买弯剪，要买好一点的，不要买100、2块钱的，用不住的。你看这个肉就格外影响我们发粘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猫耳朵我先放到这儿，好不好？我先放到这儿。假设说，来举个例子，你看这边的肉已经挡住我们指头，它有点突出，你就怎么也卡不进去的时候，把这个肉给释放，它的下面出来的点，假设说在这儿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从这个位置去找剪一个这种小三角，剪一个小三角，这边也是在这个位置，好，在这个点以外的区域开始啊，把这个肉给它释放出来。好，我们去下，剪个小三角。这边也是，这个呢就是咱们传说中的猫耳朵。什么叫猫耳朵啊？这些原来大家对于这些难度高一点的是不太感兴趣。今天咱直播间人数那么少，你们在直播间的好好练，或者说现在正在看回放的、正在认真学习的好好练。现在市面美甲行业竞争这么大，它又没什么专业性要求，必须得有师生上岗。竞争行业这么大，原因需要你能胜出的点在哪？就是在于你的基础上，别人家做不了的你能做啊。这个你的客单价、你的店铺、你的客户都属于偏中高端一点，然后他们单次消费也比较高的，人家看就算你不忙，你也比人家挣得多，这多舒服，是不是？来好好练啊！今天看剪了猫耳朵之后，它的高点还在，也就是说卡在微笑线的那个点 AB 点还在，但是两侧的肉就可以给它释放掉。看这种感觉大家能懂吧？是不是？现在你再去卡指托，哎 AB 点卡进去，找高点这边。看一下，它的肉释放出来了 ，AB 点卡进去了，再带指托，来调整一下位置，找手指的中心线啊，不要看指甲，是不是它这样就好贴得多？你再铺胶什么的就没有问题。但是像如果说你们剪的过大，因为刚才咱中心线没对准，你们剪的但凡往里的话，这样就要重新剪，不行的。但是像这边这样就是可以的，好吧？这边就是可以，像这边一旦你剪多了，你就得重新剪，啊，往上顶着去收紧一点。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因为你这样就算铺胶 AB 点连接不上，没有底下指托的作用，你还得这个胶就会溢出去。所以说我们必须 AB 点下来跟指甲延长相关的地方底下一定要有指托，两边的肉就给它释放开就可以了，给它释放出去。好了，来我把这个拿掉，我再用咱这个小的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因为有你们各式各样的指托嘛。晃动着往里去带。
老忘自己在哪。不要平着去检查，一定要斜着去检查，不要平着，要斜着。这个猫耳朵呢，有的老师让你横着剪、竖着剪、斜着剪无所谓，你呢就它指尖这边肉多啊，比如说这个位置肉多，你就像我这样45度剪。如果两侧肉很多的话，挡住了，那就剪两侧，都一样啊，都一样，这个区别不会太大。你们就要自己去做2次，遇到顾客做2次，接着就懂了，就做1次就懂了，不用2次。然后在国外大多数做水晶延长或者做水晶延长的话，都是直接用浅贴甲片打底，人家根本不去跟咱似的，还得这个还卡纸托呀，或者这个那个啊，不会啊。其实刚才是带哪儿来着？都忘了。A B 点带进去，好，疼不疼？你要问啊，要问。有的人他指心很脆弱，你点上去他会疼，那样的就不行。他的手指歪，你看现在就能看出来了吧？哪边高哪边低啊？是怎么样的？为什么说修整问题下一定要去做指托延长？这样呢是最好能够去这个找准你形状的一个很好的点，两侧给它收窄一点，不要因为它手胖，咱就给它这边做的高，而是要通过这个去给它调整。对不对？现在你看 A B 点卡进去，这边也卡进去，你再铺胶也没关系了，最好稍微多一点，别太少，让这个肉释放掉，是不是？你再怎么弄，它就不会影响你指托往里凹陷了，能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能明白这个意思不？其实带的多了，做起来就很轻松了啊！带的多了，做起来就很轻松了。来，再看一下带指托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水滴的大小确定了指甲的形状，然后在佩戴的时候，那个该弧度就是你们自己记下来，它的那个就是需要修剪的弧度。来，稍往后一点，来。修剪的弧度就是微笑线的形状。修剪的弧度就是微笑线的形状，要在 AB 点靠里一些，就是往里面也行，靠里一些，往里1毫米起，1毫米下剪，不能直接卡在 AB 点的位置开始下剪，不然那个位置一定是镂空的啊！要在2个点以内一点点开始去修剪这个微笑线的形状。剪好之后往里带的时候，弧形带啊，不能平着带。平着不对，不能就是这样拽着这个指头往里带，一定要它有一个弧度往里去佩戴，弧度往里去佩戴。你看做完之后，咱再捋一遍的话，这样记忆力就更强一点了，好吧？平着往里带，带的时候左右可以晃动，左右晃动，先卡 AB 点，先卡 AB 点，然后再去顶前面的指托。其实这些都是实操课，我尽量转化成文字，你们记下来以后就不忘了啊。顶前面指托往上走啊，指托往上顶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让我们这一步，整个前缘的 C 弧就是与指甲完全贴合，为的就是让指甲完全贴合，不留缝不进胶。不留缝不进胶，其实带指托就这些要点，剩下的难点就在于怎么去铺胶了。有问题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这是单纯的带指托。那真正开始铺胶前，我们需要做哪些步骤呢？首先是做前置处理，修甲型刻膜甲面，两侧 AB 就是甲沟一定要垂直下来，就跟扇形甲一样，不要往里收，不能有多余的。然后甲型指甲长度不能太长，你像正常的话，咱这个长度都可以，只要问题甲能剪的短一点，剪短一点，最短2毫米啊，跟平常一样，最短是2毫米。不要太短，再短的话你的指头就卡不进去了。然后开始打磨甲面，就是正常的操作，一定是在底胶之后开始去做我们的指托延长，在底胶之后去开始做啊。看问题的手，你看我的指甲这个没有给它刻膜，没有磨，也没有做任何的这些操作，我给它涂一层干燥剂，好吧，涂一层干燥剂。你可以在底胶呢，可以在佩戴之前去上底胶，如果自己拿不准的话，可以在打磨甲面后
你在带好这个纸托之后，我再去给它上底胶也可以，再上底胶也可以啊。我呢就给它涂一层这个护甲练习剂，然后待会儿呢方便去给它抠，你们自己也可以，好吧？护甲练习剂最好保护指甲的方式是在底胶之后你去再涂一次，在底胶之后你打磨，然后再涂一次，它会更好一点。在本甲上吧，你就算抠它多少也会有一点点伤指甲。我呢就不涂底胶了，你们一定切记，一定是要先底胶再去做延长，再铺胶，先底胶再延长。买的长方形纸托大拇指卡不了，太小了是吧？那个长方形纸托也是很常用的，就是我们店里用的基本上都是这种马蹄形和长方形，一个便宜，你再坏了你练习也没关系，但是它那个也小，你像有的特别。你看我给你们弄的没有那种特别大的，你戴的时候来来回回，哎呀不够麻烦的。这种马蹄形还比较常用一点点的啊，那种方形的也可以用。然后像日常操作的话，那个快，那个操作要比这个还简单，非常非常快。所以说做好，只要你们练好，做一双手的这个指托延长1个半小时，1个半小时差不多。1个半小时就差不多啊，把这个指头戴上去，护甲练习稍微等待一会儿，等它干透之后，来稍微往后一点点，稍微等它干透之后，我们开始上面该涂底胶涂底胶，但是前提是你的前置一定是做好的，前置处理做好才能去做接下来的这几步。如果你的前置做不好，你再去做剩下那些都不精致。这就是说我这一期为什么让大家。你们要想做那种非常极致干净的延长的话，一定先去看前第8期、第9期课程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底胶之后涂了一层底胶了，我们要开始铺胶了。铺胶的话，做延长最好是用光疗胶，我这儿给你们写着啊，最好用光疗胶。光疗胶呢，我不做品牌推荐，这里你们自己有什么样的用什么样的，只要好用就行。光疗笔呢，你取一支圆头光疗、平头光疗都好，用习惯是用什么样的就用什么样的。稍等啊，你们再来试试。拿了一支新的笔，新的笔呢，开笔其实我一般都是它上面是有一层浆，你这么稍微按压一下，稍微抖一抖，它那个就跟有一层浆糊似的，它就掉。完了，你拿拿清洁水洗一下就得，洗一下就得。我可能给你们说的比较就是严肃一点，但是我自己做的比较这样也能用啊，可以用的。把上面的脏东西泡泡擦掉，擦掉之后拿底胶润一下笔，一定要把底胶润笔，你的毛要这个自动回笼，不能出现这种分叉，才能开始去使用，好吧？才能开始使用。自己带好，还有什么问题？大家有没有问题？咱今天这么安静，你们对于这个不感兴趣吗？为啥我觉得老想让你们赚钱的东西你们不感兴趣？还是因为今天周几？周四应该没啥事。拿底胶润一下笔啊，因为我有的时候懒得再用调色盘，我就直接在我的大拇指上过一下。哎，用底胶润好笔之后，我们再开始使用，是一支新的笔。你看我现在再怎么去压胶，是不是它的毛是不会分叉的？这个时候我们再铺胶再怎么做呢？那就不会影响我们甲面的平整程度。谢谢香香，谢谢香香。我就感觉我把我觉得最好的东西，最能赚钱的东西分享给大家，就是看到大家兴致不高，哎，咱们来吧，我要开始铺胶了啊！拿手来，我的手。看一下，这不是咱们刚带好的纸托吗 ？A B 点完全卡紧啊，开始去铺胶。你看，我们首先如果这个咱做成了尖尖的，那咱做一个稍微偏长一点的尖形。一般这不是有刻度吗？我们想要做尖形，一般都在6左右才漂亮。如果你做的很短的话，就没有什么必要。这个呢，就根据你们的那个就是想要做的长度来定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层我们先去取胶，取胶的话。从中间勾一坨胶，因为我们做的比较长，所以我们就取胶量大一点，然后把你的这个胶直接就堆在你甲片、你的本甲和指托的接缝处。注意看啊，先不要操作，我直接就堆到这儿。堆好它之后，笔不要拿走，接着用你的笔去往上稍微带一下，
先不要管 AB 点，现在先不要管 AB 点，先往上带一下，然后来再把这个胶往指尖去推，找找手指的中心线啊。你拿手机一挡的话，有的部分看不见，我说弯下腰吧。来，就开始这样啊，竖着拿你的这个笔，看见没有？轻轻的，就跟咱们平常做甲片延长或者等价间隔后的铺胶那种滑胶似的，是一样的。这一步很关键，你们注意看了啊！先不要管胶的多与少，就尽量多，尽量多。假如说我要铺到6，铺到7，我就铺到6吧。6的边缘，这不是有一条弧线吗？是不是都已经给咱找好弧线了吗？好，看中间位置的胶，咱就给它铺上去了。中间位置的胶就铺上去了。边缘尽量啊平整一点。之前我让你们随便去拍，随便铺，是不是？铺好了，剩下你再去打磨。我觉得不麻烦，干脆的你们就直接就是一次性铺到位。这一步呢，相当于什么？咱再给它贴甲片，贴半贴甲片。只要把它的指甲形状、长度确定好了，我们剩下下一层再去给它做建构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，能懂吗？能不能懂？好了，中间铺好胶之后，两边的位置咱再开始去把这两边的胶给它往两侧堆一堆。不需要第一层多么的厚啊，只要是光疗胶都行。AB 点给它完全衔接上，然后这里在堆两边的时候，注意看了，注意看了。如果你的胶过少，你可以再取一点。如果说我们胶，确实我就是胶太少了，那我再勾一点可以。如果说胶量基本上够的话，可以先不用啊，先不用。注意哪里该薄哪里该厚，是不是 ？AB 点这个位置为什么老容易断？是因为你衔接不上。那我们就把它做的稍微高一点，让它底下那个底座啊，也就是你的甲片 AB 点遮盖住一部分不就行了？做的时候手尽量的稍微往下这么勾一点点，不要太平，也不要太往下啊，不要太往下。其实这个胶，就是我给大家用的胶呢，基本上都属于一些零痛的，不能说完全零痛吧，但是它不会像很多胶一样发热。来看这边也是给它稍微往上带一带啊，带好 AB 点两边，注意看，如果我们接下来要去给它铺形状，我之前说让你们先去只要边缘这个位置衔接好就行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来快速去做一个延长，怎么能更快呢？就是你在铺胶的时候，把你的这个胶笔又侧起来啊，看看。侧起来，用笔带着胶来一点一点的两边的位置，看，我去给它做成一条直线，看见没有？我给它做直线。我先给你们举个例子，你们能不能看清？它有点反光，我把这个灯拿走。看能不能看清？就是我们在铺胶的时候，就要不然你要新手的话，我就先铺胶。如果说我是一个老手的话啊，那我就先去随便走个形，不是我老手的话，我直接就把边缘的形状，你看这条线给它确定好，待会儿只要简单一刻模就好了，好吧？只要简单一刻模就好了啊。这边也是直接找准它的形状，给它带下去。这个形状呢，就是我平常教大家，就包括咱第一节课教大家做的这个弧度的形状，弧度的形状，侧边线应该怎么样，是不是？你就知道，AB 点延伸出来的这个位置，首先是一条直线，首先它就是一条直线啊。大家不要在做的时候把你的这个指托给弄偏了。左右找一找，右边它的线在哪儿？左边的那个线去找对称，或者说根据指甲，如果它不是跑偏的厉害啊，跟左右对称着来就可以了，好吧？把多量的胶往中间去堆，两边只要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，两边只要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太多。你们就这么划着胶就行，第一层无所谓，甲面平整不平整，但是你别出现的胶突然一个大胶珠那种不行啊，出现大胶珠是不可以的。这基本上就没有问题啦，这就没有问题了。着重在于 AB 点上面的这些能给它铺平。好了，来照个灯，手持灯了，照灯20到30秒啊。其实这个胶它固化很快的，指尖总是薄，铺胶觉得挺厚的，一拿下指头就可薄了。第一层很正常薄，你在做的时候，宝贝儿，你容易指尖薄，那你就把你的这个指托往下勾一勾，往下勾一下啊。
这么着来，让胶往指尖流一流就好了。第一层铺的只是形状，跟它的整体那个就厚度以及弧度没关系，先把它的形状给它走出来。照灯30秒左右就可以啊，照灯30秒左右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试一下，在旁边轻轻一试，你感觉这个胶，我轻轻一使劲儿，这个胶它能够开了，那说明它就干了，看见没有？那能掰下来，说明这个胶就干了，你就可以把指头给取下来了啊。慢慢来，不要着急，往外拽，不要往里顶，别人会疼的，好不好？如果有的地方不太好弄，我就感觉它不太干，因为毕竟我是手持灯，你们光亮灯的话，这时候早就干透了。好，看取下来，是不是它基本的长度形状就有了？你们刚开始不用做到我这么长啊，我为的是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。然后这个时候取下来之后，立马用你的指甲盖去给它往里去收下形，就沿着两侧的这个地方往里去收。收到哪儿？不是只收这儿，如果这儿宽收这儿，最好是我们要的是侧面的一个整个往里弧的那种角度啊 ，C 弧嘛，从直接看，所以说要从后缘到前缘整个去往里收，整个往里收，因为它现在胶我说了照灯30秒，它还没有完全的彻底硬化，所以说它现在可以塑形，而且不会回弹，啊。没有问题，或者说你感觉你的指甲盖忒长了吧？我塑也塑进去啊，我的指甲盖不好使，我这边拿个塑形钳，找这塑形钳，找个塑形钳啊，把两侧的位置给它别太用力了，因为第一层很薄，你越太用力会断，稍微轻轻的你拿着一点控制一下，哎，找好对称往下收，你看是不是做出来的延长就非常的薄啊，非常薄，不是非常薄，非常窄，非常的窄。然后呢，我们还得怎样去给它修形？直接把多余的这个胶给它先修掉啊！现在说实话，它是有一点软的，最好不要拿你的手，因为你手上有汗呀、油脂啊、小脏东西就不行了，好不好？哎，现在侧面看肯定会有点不太好看，没关系的，一步步的来，先学会把这个胶给它铺出去，只要底走好了，行，来我们再稍微给它固化一下。因为我说实话，我这一层有点软，你们用灯的话30秒，它就属于一个半坚固状态。那时候塑形可好塑，我现在有点太软了，但是我也能拆下来，你们就更没问题了。好了，如果说你这一层，你比如说你铺的胶这也硬那也硬，你看边缘只要差不多，你待会儿再去给它那个我们再给它修形的时候，可以说这一层可以先不用修。但如果说你超出去特别多的话，最好是先修完形再做下一步操作，好吧？修完形之后再做，不然呢就会有点浪费胶啊。你明明有些东西，就算你铺上去，它也得再修掉。干脆我就先轻轻的把多余的我先给它打掉嘛，是不是？我先给它打掉。不要用薄搓啊，薄搓我是为了只是修这个边边一点点。好了，你看基本的形状，这底它不就有了吗？好，这层做好之后呢，我们来铺第二层胶。第二层铺的话，来宝子们，这是前置处理没精修没修啊，直接拿过来就用了。第二层我们先去勾胶，勾小一坨。整个甲面能用到，然后来先去这样把胶给匀开，匀开之后整个甲面从后缘到前缘啊，边缘的地方该勾边勾边，我这个已经给大家做过无数次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让你们学会做本甲建构，在做这一个的时候，在做这个的话，它就方便的多，你们就会做，是不是？边缘留多宽，安全距离0.3到0.5毫米，这是最宽0.5，我对学员的要求。对于其他人来说，你们就可以就是说稍微那个就是新手的，一般晚上在直播间的话，我就一般说最宽1毫米，但是对咱学员来说，0.5到0.8啊，0.5或者0.3到0.5，好吧？好，来，先打好底，把多余的这个胶给它刷掉，一定切记不要去蹭到别的地方肉上去，不要蹭到肉上去。铺好它之后，第一层。打底，不要照灯，来多勾一点胶，多勾上一点胶，直接堆到我有的时候2层我会做好，有的时候铺3层胶。铺胶的时候直接和两边总是躺胶，做的慢原因还是胶。你用的是什么胶？光疗胶一般来说都不会去那个
躺胶啊，都不会躺胶。其实说实话，这个做延长简单到哪儿，不需要你们去找木太多，只需要把胶弄上去，完了你的这个刷子来回抖动，它胶会有自然流平性的，有自然流平性的，这不是本甲建构。你看我就铺了这么一层胶，你看我指甲前缘刚才还是一个凹陷，是不是弧度就出来了？从侧面看，你们看简单的弧度，它还很平整，对吧？很简单的啊，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很复杂。指尖和两边总是一胶。你说的是本甲建构吗？是本甲建构吗？胶量太多了，胶量太大啊！如果是本甲建构的话，胶量太大。你看现在甲面，我把这个灯拿过来，是不是自然前面这个灯圈又好一点了？但是肯定不够完美啊，所以咱还是要给它调的。一般来说就是铺3层，第一层，就是找形状；第二层呢，找形状和长度；第二层呢是为了加厚加固。我们做指甲还记得哪里薄吗，宝子们？有跟过这2天课程的，来跟我说一下哪里该薄，哪里该厚。哪里该薄，哪里该厚啊？我其实有的时候2层就铺好了，我就不会第3层塑形，但是我尽量这一层就做的，给它稍微厚实一点。然后你只要把胶大概堆到中间的位置，2侧的胶不要溢出去太多，然后把胶都往中间去堆，它会自然去找平流平的。这是做延长的好处，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复杂。哇，不会铺胶怎么办？你建构能做好，你这个绝对没有问题，宝子们，你们绝对没有问题。不需要你去动的找平，它自然会流平。但是要注意胶哪里该厚哪里该薄。如果自己做好，实在控制不好烫胶的话，反手倒置来。中间厚4周，中间厚4周厚。说打错了是不是？中间厚4周薄，4周薄中间厚啊，4周薄中间厚。所以在铺胶的时候，你们记住，不管从侧面看还是从哪里看，后缘的位置一定是薄出来的，指尖也是一个自然的弧度上去的。两侧怎么去看这个薄？就看这个月牙儿，看你从你的指尖去看有没有两边躺胶呀，或者说比较高的那些点，有的话就给它擦掉啊，有的话就擦掉，把高点堆到哪儿？是不是？好了，这一层厚度给它叠加上去之后，包括后缘的位置，千万不能胶太厚了，不然越做越厚出来就发闷啊。可以给它稍微找平。在划胶的时候，只需要你们切记，不要碰触到甲面，只摸到的是胶就不会有问题，好吗？只要你确定你摸到的是这个胶，而不是甲面，那么你在铺胶的时候问题就不大。多角度观察啊，多角度去观察。现在把整个甲面的胶给它做厚。好了，来，先找个灯，再找灯。我捂住一点，让这个光在里面多照一会儿。你看，就这点余光，为什么老我一看见你们身上有光，我就害怕？你身上映出光来，你的灯肯定会面对着你，然后我就怕你们灯在桌面上，对你们的笔呀、胶呀，你们在不经意间自己没注意，完了一瓶胶又会废掉了，是不是？还是来我照1分钟，你们照30秒啊，这个小手指灯，让大家能看得更清楚一点。不要完全照干，不要完全照干，完全照干你再塑形就比较硬了，就不好去给它找形状，不好找形状啊。好了，来弄好摊之后，你比如说两边的这个位置，你看这是不是有点宽？好，来，咱拿你的这个大拇指，你就往里去夹。为什么长时间做这种延长或者本甲建构，本甲会变得又窄又瘦长？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一步塑形啊。一边塑形一边往下拉，疼不疼？不疼啊。来，你看，把两侧是不是立马就收窄了？它立马就进去了啊，就是这么个意思，很简单，稍微用点劲儿往里来一点。所以有多余的胶也没关系，不要着急，提前你先塑好形，两侧胶，你看，至少先不要往前来，这个位置是不是从甲沟里面延伸出来的一条线？我没有从这儿直接就拐上去吧，是不是？包括这边也是，我做成2种样子啊。您可以做的像我这个样子似的，做的都长一点，也可以直接这样铺上去，无所谓。我刚刚想的时候怕你们做成2种，你看这种直接尖过去或者是翻过去再修也没有问题，但是一定切记 AB 点延伸出来的这条线是一条直线，不要直接就拐上去。这是第2层胶，来，咱给它塑一下形。现在你就可以松手，这个塑形夹松手它是自动加紧的，你就可以给它收一下形状了。
找好中心点啊，有的时候不听话，你就拿手给它加一下，好吧？是不是？还可以吧？现在还没修行啊，还没有修行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它修一下形状，再去铺胶。你也可以在最后一层的时候统一去修行，都可以。说实话，这些没有什么硬性要求，没有什么硬性要求。一个老师做一个样子，一个老师教一个样子，没有谁对谁错。大家不要觉得以后看见别人做，他只要能做出最终效果来漂亮结实啊，这就好看，对不对？基本的没有问题，那就可以。跟人家去讲究那么多干啥呢？是不是？也有可能人家当时学的比较早，一个人一个教法啊，只要大家能学会，包括你们后期，我就愿意这个样做，那你就这么做。是不是形成自己的一些这个特色就好了啊？啊，来，我们给它修一下这个形状，先擦掉上面的这个浮胶，因为所有的光疗胶呀、建构胶，不要说是为什么我弄完老师照不干，照了3分钟它也黏糊糊的，有浮胶，它是有浮胶的，它不是说就是你弄完什么样它就什么样，它不是封层，好吧？它是有浮胶的。除了封层以外，基本上都是有浮胶，这是光疗胶。好，来找一个咱们的修行错啊，修行错后错，先去打两遍形状，是不是厚度呀什么稍微给它一调整？其实这一步可以在最后一步再做，这一步等会就先把这个形状给它抛出来。两边的一条形状线，很干净锋利的形状线。如果说你们像修甲型，很多同学容易可劲儿把使劲往上蹭，就几下错条它是有挡的力度的，剪断就会往上走啊，就会往上走。所以我先把两边，我修两种，你们自己看哪种好看，好不好？一个是直接上去的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平着走到指尖开始慢慢往上扬，好吧？至少两边不要跑偏的太大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会更倾向于就最后做完之后统一修，因为那个时候你修薄修厚，你现在就算表面给它修的哎真漂亮，待会儿一铺下一层建构就是找平甲面找弧度的时候又不对了位置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你们随机应变，看情况来定，好不好？待会儿给你们看看区别是啥啊？来。有问题快问，宝子们，有问题一定快问，好吧？别等过了，牛出来再去讲，我还再从头讲。有哪个问题没有搞明白的，或者你们一定要跟着做，做才能发现问题。好了，这个长度给它确定好了，基本上你看没有做出那种很宽，反而跟它的这个甲沟是一条线下来的，慢慢收进去。现在左右不对称啊，因为左边的这两侧的形状不一样，所以它不可能左右对称的。我为的就是让大家去看它这整体，你们习惯于什么样的做是哪种。好了，再铺最后一层胶，甲面不要有水分油脂。擦掉，再铺最后一层胶。这一层呢，我们就是去找它的高点了，也就是咱们最后说的建构找高点。那么整个指甲它的一个高点应该在哪儿？从后到圆分成3段，高点应该在这个位置，大概好吧？所以我们把胶直接就堆到你的高点上，然后来后圆、前圆，先把胶给它慢慢给带开。要整个带开，因为指甲长呀，短指甲的话，本甲建构你直接铺胶铺过来铺过去，也就那么一亩3分地，是不是？但是不要拉这种长的，因为这种胶是比较粘稠。你看你拉长了，它中间会有大量的气泡啊，待会儿给你们看一下，千万不要去拉长，就是慢慢滑动着胶，它胶面就很干净，是不是很通透？是不是？中间指定有气泡啊，宝子们，待会儿有气泡你们就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行，好不好？或者说，你们应该怎样啊？我就错了，错了。你们我先刮掉它，你们先去薄涂一层，每次都要涂一层啊！我这养成习惯了。来，那个取了胶，先薄在甲面上涂一层，这一层呢跟上一层的边缘是重合的，边缘要薄的出来。这一步呢，最好是不要省。如果你们刚开始做不习惯的话，最好不要省掉这一步，因为这一步会把你们的边缘以及溢胶的问题解决的明白的。你一旦蹭到肉上去啊，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往手上往两侧溢胶。所以说我们避免出现这些问题，我提前先用这一层把安全距离给勾出来，甲面给它泼点水打滑一下，待会儿铺胶的时候，它就会根据你这个边缘形状自动流平，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它会自动的去流平。好了，现在再来多勾胶，不用特别量大了啊，因为高度基本上出来了。咱高点刚刚不是说在这儿吗？好了，咱把胶铺上去，带着胶来回走一下，有多余的待会儿给它划掉就行。
前缘基本上就不用带过去了啊，薄薄的出来，然后来两侧，咱给它把中间给它刷一下胶，拨一下胶，没有问题之后，两边的地方这个胶有点大，我先刮掉一点，然后只需要把中间高点把胶都堆到中间去，都在中间的宝子们，这个胶都在中间的，没有往两边去走，我们只需要把中间，哎，这点胶轻轻的给它盖一下，两边就可以了。因为底下又打过一层底，所以这些胶都会很自然的融合到一块儿去，只有能够做到边缘是薄的，中间是厚的感觉。但如果你把边缘的胶也一块儿铺过去的话，就会显得两边有点厚，好吗？能明白我的意思不？学会没？感觉难不难？自己多练啊，不要光想一次就做得很好，一次做不好的，绝对会有问题。不管你做成什么样，你觉得很好的时候，一定是有问题的。所以说不要灰心，有问题咱就改。但是不能因为它难就不做了，就是因为它难，所以它售价高，就是因为它难，所以市面上做的也少。也觉得太难了，哎，我还是贴个甲片吧。有这功夫贴个甲片得了。你贴甲片多少钱？一双手做完200块，这个一双手做完1000块，是不是？至少是贴甲片5倍的价格啊！你看，你就不用管它，这胶自然流平，咱的那个胶都行。你看甲面这个光圈是不是就挺好，对吧？我左右形状给你们走的不一样的啊，所以说看起来左右有点不对称。最后咱们给它修形之后，让大家再去看，再看一下。记住后牙不要太厚了，因为我底下没有打磨甲面，直接涂的练习剂，所以边缘会轻微的缩胶。你们要打磨甲面之后，涂底胶之后再操作就好。就拿甲面，你看随便划了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我们倒置一下来放手。这样来看啊，先正好反手来看，它甲面包括 AB 点，你们容易断，只能说明你们做的厚度是不够的。你们现在就来看我这个厚度，现在这边有一点多，然后你就看这边，它怎么可能断呢？就这个厚度，对不对？是吧？而且都给它包裹起来了，一条直线下来是不可能会断的啊！就主要还是大家这个操控问题。倒置一下，其实基本上你这做的时候，上一层打好，这一层让它自然流平，它就很漂亮，也不需要咱们怎么去调整。然后做延长呢，你能做好的话直接上胶，做不好的话打磨也很正常啊。看一下是不是很漂亮吧？对吧？你看光圈从上到下不变，我刚才倒置连动也没动啊。是不是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一个这个光圈都没有变化？好，这个时候就没有问题，我们给它完全照看，是不是挺好看？倒置是啥意思？就反手倒置，就倒过来，就字面意思，给它倒过来。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，并没有做啥。你看就这样，是不是挺好看？这个这样你们再去做延长做啥的通透感，这不比贴甲片漂亮的多？你贴甲片永远做不出这种效果来的啊！而且它可以根据每个人的指甲，你比如说他手指就是歪的，我就能从本质上给他改善他甲型。他的鹰钩甲、上翘甲，我不需要用胶去填平，而是直接给他做出来。同样还是照灯，嘿嘿，照灯30秒，照灯30秒。作用是啥？作用是为了让两侧的胶，比如说咱不是有月牙吗？或者你在长时间歪歪了之后，这个胶它会往这边去倾斜，导致这边多，那你就把手倒过来，然后让受重力的影响，这不咱不有个牛顿老大哥给咱们说了讲了那么一些科学知识，是不是物理知识？然后让那个胶往中间流一下，它的高点就在这儿。大家没有照看啊？没有照看，真好看。你们感觉咋样？能看出来吗？再照一会儿，照一会儿啊，看看咱们做的这个延长是不是？开灯圈，你看这个灯圈，你咋也可以不变。你们做成啥样了？我也看不着。这是可以说。水晶延长的，说实话啊，我说心里话，大家可能看一看之后你们就放弃了，因为太臭了。你不可能有人做，会有人做吗？会。水晶延长也很贵，但是考试也会考，就是咱们真正要考试去说的话，也是会考，但是就是贵，不是贵，就臭，就是臭，可臭的，真受不了的那种臭。像这种延长胶、建构胶、加固胶，它的浮胶普遍来说都会比较的多，浮胶普遍来说都会比较的多啊，所以说大家擦的时候注意，你们知道啊，不是因为那个啥的问题，是因为它本身的那个胶质就那样，胶质就那样。照灯30秒之后，如果你还需要塑形你就塑，不需要塑形你就直接做就行了啊。来擦掉浮胶，现在呢，我们就给它进入到最后一步，就是刻磨甲面，最终给大家看一下它们效果。然后我呢，先给大家看一下左右一个不一样的样子，然后我给它修对称来看啊。
完成一个手指，你完成了，鲜花完成了。我再照一会儿，看看。不干的情况下，你打磨不行，好吧？多照一会儿啊，给它完全照干。你的很多老的我的老学员做起来应该都没有问题。不要看另外一边，你只看这边，这个形状就很漂亮，是不是？你看我都没修过几下，也没有做那么麻烦，哗的修。衔接处一胶，胶堆得太厚，或者你的指托没有卡好，或者说是指尖一胶，你在铺胶的时候，你在弄的时候，这个甲托来回动了，它就不够紧的情况下，你这边涂上去，这边结果一动，哎，胶就给上外面去了，也可能是这个原因。你看这它就容易出汗啊，出汗现在甲托都会粘了，这道。被我手挡住，我手挡不了。用光疗胶做完的指甲很结实的。我呢就这样慢慢照，正好你们有问题解决，大家也休息一会儿，不然我做的太快，大家看也看不懂，就是别跟上，真好看，真好看，弧度都不用怎么调，都不太用调。好了啊，这样就得了。来拿咱们的这个修行锉，两侧先给它再稍微收一下啊，稍微收一下。你看，正常来说，咱们的甲型、尖型出来的应该是偏向于这个样子一点点的，看到没有？偏向于这个样子一点点，就是也是一条直线拉出来，慢慢一条很流畅的从你这条形状线上去的，很干净。但是如果说你们做的过于去找这个平，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尖，是会成偏向于什么呀？椭圆形或者是圆形。所以说这个位置啊，尖形甲一般来说到了上端都会往上去走，这个位置都会往上去走，但是不能从这儿开始直接上去，直接上去的话，你的指甲就会容易断裂的，好不好？就容易断裂的啊。那我给你的问题说到，给它擦一下。用咱们砂条锉的细面去刻磨，这一步是什么？为了去找细节啊，找细节的，就是细节哪里不到位，或者看起来这里确实厚了，那里薄了的啊，该磨，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的就不用了，好吗？就不用了啊，就只要你就简单的这么我打一遍，对不对？左右打一遍，只要甲面打磨了，你要上颜色什么的，必须从底胶开始。打磨的时候不要反着往上走，会磨到人家的皮肤，往下来啊，往下来，是不是往下来打啊？其实用海绵抛我是比较习惯，因为不需要，你需要调整甲面的形状，比如说这个位置我需要多磨掉它一块胶，那么我就怎样用这个砂条锉，因为砂条锉它主要修的是什么甲指甲。我课程之前教这个基础工具的时候，给你们讲过，砂条锉主要作用是修甲指甲用的，薄锉主要作用是修这个粉甲用的啊，这是它俩的区别。你看现在基本的这个就出来了，哎呀，真好看。这边胶为了找那个方就厚了啊。那个指托做一个带一个，不然你指托整个卡进去，完了这个做的呢，然后这个上这儿来，其实这个都看个人习惯，有的是一个一个的带，有的呢是全部带两个做上去，然后再带两个的做，有的是整手带的啊，其实都可以做好就行。你看我现在在找啥呀？我现在在找指尖的高度，比如说这个位置，你看尤其右边跟刚才因为胶甲型本来边缘我就做的不一样嘛，是不是？我给它做的不一样，所以说现在它右边胶是厚的，我需要给它把右边的胶磨薄。其实按理来说，用咱们吸尘器就打开吸尘器用打磨机磨几下还快啊，还要快一点。我呢就是懒得再拿，你们用打磨机磨一磨。但正常的话就跟左边一样，连动都不用动，就是用海绵抛一遍就得了，好不好？再给它修一点夹心，修过来。你看这个尖形甲是不是就完成了？右边是纯粹为了修那个啥的啊。来，我们从侧面来观察整个指甲来说，我用海绵抛去过一下，多瘦，对不对？两侧拉直线，然后它指尖的一个弧度
直接一个弧度。哎，海绵泡呢？先不用了，海绵泡在内部，还差点是哪？等会儿啊，直接我用砂条搓，好吧？或者说你们直接用那个啥打磨机，直接用打磨机给它过掉就行了。不用磨这么久的啊，宝子们，不用磨这么久。我一边磨呢，一边这样等等你们。主要呢是我这边形状跟左边是不一样，然后边缘的位置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，就做了一个这个方形过来的。这样呢，大家看椭圆形和那个圆形，它的边缘就跟尖形不一样了，这个偏尖形一点就不太一样啊。你们自己知道，这也是咱们上2天课程讲的内容，尽量能一块讲的就一块讲，不然做一个只拖这么长时间，大家等太久了也就看累了啊。自己在上纸托的时候就控制好它的形状，是不是？出来这个边缘，哎，就很干净、很漂亮了，是不是？有的尖形呢，它的这个线是拉直线出来的，有的是指尖，我说指的是指尖，肯定是有一点点微微上翘的啊，微微上翘的。对吧？就看你们想做成多尖什么样子了，这就靠大家来定。然后呢，这个基本的这样，哎，做好。我先扫一下字，你们能看清吗？做的啥样？能不能看清？去拿一个海绵泡啊！我就是大家换新。然后如果你是觉得那个老师家的拿海绵泡，最后一步，只要你的形状没有太大问题，你就直接拿海绵泡。我刚才是为了着重，你看我左边都没怎么动过，动的是右边，是不是？动的是右边啊。哎，就给它简单这么和一下就行，可磨可不磨，有的时候甚至直接在它之后不打磨甲面就上了那个赌底胶，开始做款式了，也结实的。这个黑色呢是咱点的那个笔油，那个点笔油的那个点，然后高点的位置看，从侧面来看，高点的位置是不是在它整个后缘到前缘的哪里？1/3处，看看啊。大家很容易自己做的时候找侧面找的，另外一边都会后胶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得在倒置的时候反过来往反向方向去转一下，要不然你的胶都会右侧偏后，有时候讲课也是讲着就感觉右边胶就会比左边要厚一点，它自然这个没办法的，你这除非在太空中啊，它你就像要形状也不太好要。后边薄，前边薄，两边薄，中间厚啊！看看指尖的形状，高点对不对？从指尖看它的高点是不是在中间？从侧面看高点是不是在1/3处？哎，整个做好它，问题就不大了。但如果说是，你反手我看一下。我做的是偏尖一点的，你们喜欢这种尖圆一点的话，自己再去调整。反正你们只要学会方式，剩下的你们来，好不好？剩下的你们来。边缘形状线不够锋利的，刷几下，给它做的利索一点。反手我看看，反手看看。来，可以了。有问题吗，宝子们？快问一下。我做的是一个偏尖一点点的，你们喜欢圆的做圆的，喜欢尖的做尖的啊。喜欢方形做方形都可以。然后你们还要再看我给你们做方形吧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时间用是比较久的，再做的话我就快速做了。先给它擦出来，让它擦出来，指尖哎，里面外面都擦一下，黑点都是颜色啊，因为我给它铺的练习机，待会儿一抠就抠掉。练习机过几天再给大家弄上去。把它推层胶，让大家看看。
不磨还要上底胶，不磨不用，不磨的话擦掉浮胶直接上底胶就好。然后磨呢，基本上来说就是还是会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溢胶或者不太好看的话，还是上一层那个底胶要好一点啊，上一层底胶要好一点。打磨必须要上底胶的，不上你就想你在刻膜后的甲面，你直接涂颜色能行吗？是不是能行吗？它不是说结实不结实，而且甲面不光滑，甲面不光滑，上层底胶就是会更滑一点啊。这是咱们做的一个小整腿长，大家都还在没在？你看通透感什么的，是不是可好看？比贴甲片要漂亮吧？而且它可以一直长一直长，你像我手上这些都是，你看就长出来就跟我自己的指甲似的，整个收窄的感觉可好了。一定把它学会。我觉得好的东西，我必须得安利给你们，就跟是好闺蜜一样。不行，你必须得要，我得买俩，我也得给你一个。你必须穿，这个必须得用，它真好用。这个是真香啊，这个是真香。你们看的很多这些图片，不是有那种发白的那种感觉吗？其实就是在铺完这一层胶之后，就给它打磨，打磨完了去拍出来的，或者上一层磨砂封层，上一层磨砂封层，感觉就好了。上磨砂封层之前必须给它完全照干啊。现在呢，就是这种通透感要更强烈一点，是不是？从边缘看，从侧面看它的形状线怎么样 ，AB 点有没有连接出来？哎，整个高点对不对？然后从指尖反过来，对，往上勾一下，从指尖去看它的这个侧面弧度，这个是不是一个月牙形？有没有跑偏？这都是我们检查的点。先自己做检查，不要拿来之后自己明明发现有问题，你也不调整，直接就发给我，完了发给我，我再说一遍，你自己也知道有图啥，自己能改正的情况下，尽量能改则改，改不了的时候再来找我。不是说改不了，或者我发现我挺好的，你就发给我，我再跟你说问题，是不是？咱这样学更快。不是偷懒，而是我真的想让他就是能学会自主发现问题，自己去解决。包括在看别人做的时候，去想，哎，随便一个款式，理解了，随便一个款式去想，哎，这个款式怎么做的？换成我会怎么做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问题换成我身上，放在我身上，别的同学出了错，发了作业，你看，哎，他的这个哪里应该是怎么样，应该是怎么样，你要自己去找问题，咱这样进步会快。我们店里店员似的，有些小姑娘不听话，不是非得让听话，她就是没办法。然后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带一个新人，自己就有责任感了。好玩啊！这有颗粒，所以我老想把它弄掉。我这片磨砂封层也不太干净了。好了，找灯给它看一下。行了，你们学会了没？有没有哪里没看懂的？有没有哪里没看懂的？我给你们再手动记一下，好不好？主电不大，电不大。工作室是一个电是一个。你们努力啊，努力，咱一块就是我把钱把弄个大点，大一点，到时候你们来呀，咱一块怎么想个办法共赢。说实话，我对大家真的是毫无隐瞒。我有的时候觉得你真实在，我真的就毫无隐瞒，我不想跟你们隐瞒啥，因为你们早晚都会知道这是这事儿那事儿的，是不是？我就不爱隐瞒。完了这还蹭胶了呢，这咋还？先照完灯再说吧。所以我以后就想咱们能一块儿，就是啥时候同时赚钱的时候那就爽。让我蹭胶了啊！刚才甲面上，哎，你们平常看到的效果干干净净的，肯定就是这样做的。再加上一个前置处理，当前置处理不做的时候，你的甲面就完了，就没法看了，就没法看了。
看一焦啊，那个地方有一点点那个啥，我用大光亮灯让它去照一会儿吧，好吧，让它先离开咱们画面一会儿。现在其实就这么做啊，就这么做，别的难，侧面形状线干干净净，能不能做成一个很锋利那种感觉就好了。喜欢亮的涂亮的，喜欢磨砂做磨砂，根据你的情况来定，千万不要忘了把底下的这块也给它擦掉，也擦一下。你拿着旋带去照会儿灯，麻烦一下，谢谢，不要蹭到啊，也摁一下，60，没按开。有问题没？有问题没？好厉害，你们也可以的啊，你们也可以的。延长这些不需要卸掉，延长一直留就行了。延长做一次，它为什么贵？它不像贴甲片做全贴，你可能一次之后，下次来还得再贴1个月、2个月一次，是不是？那延长它可以一直用，所以你们可以可劲儿往上，就该怎么要价格要价格。就说同样的东西，它能底下能用上4、5次，你贴一次甲片可能是150，是吧？咱就按照平常就大家最大众的价格150一次，那你做4次，这就多少钱？600块钱。但是你做个止脱延长600块钱做一次，一个不伤指甲，完了还能一直用，对你的本甲形状也更好看，那多好，还能主要是改善问题甲，就改善问题甲这个，就跟你们有做纹绣的不是要改红蓝莓还要额外收费的。要把这个记一下啊。多了解。来，基本上这个就完成了，除了瑕疵就是这个笔油的黑点点以外，哎，这个就做好了。来，反过手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咱内侧 AB 点的位置的厚度，你就看这个厚度就行。就是这个指甲，你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，它都经得起去考验，就不至于说，哎，我横着只有这个角度看它的弧度是漂亮的，结果上这边来看发现，哎，怎么这凹下去一块，那就不行。你要到处去看都没有问题才行，宁愿多花时间。我稍微有点。宁愿多花时间去修一下甲面，也别去说让这个太应付一下，好吧？然后你看这个反过手来，AB 点的这个厚度，你想让它断都不带断的，除非你们做的过薄。你看这个角度里边来看，是不是这个胶是夹在中间的啊？夹在中间的，延伸出来，你怎么做都可漂亮啊！这个黑点点笔油没擦掉。是不是？你看指尖，我说了指尖薄，对不对？没有说是指尖胶有溢出去的那种感觉吧，或者凸出去的，干干净净。后缘要薄，来翻不出来，自然连贯出来，后缘是薄薄的出来，而不是说有一个胶突然突出的啊，是慢慢过来到高点的位置，然后再慢慢下去，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行了啊，这是咱们的这个指脱延长，大家有没有看明白或哪里没有看明白的地方？它的好处是什么？你看指甲跟胶是连在一块的，它这个位置是连在一块的。是很顺畅的，它没有胶突出啊，或者是那种什么甲片跟甲面能摸到中间那道沟没有，这个是直接连到一块去的，所以说这样的也更结实，更不容易开。看，还有问题没有？再找找。看看有没有问题。然后呢，我想给你们去做那个前贴甲片，啊。前贴甲片的铺胶，因为那个铺胶说实话有点难度，不是有点难度，要比这个更简单一点。有问题没有？这个做好了啊，这个延长做好了。拍照呀，你们只要前置做的干净，在灯打下的话，手就没有这么黑了，到时候就更好看了啊。其实快速做还是很快的，我老怕你们学不会，你们又不理我，我做还是不做？这么捏多了啊，这么捏多了。就说延长，哎，涂个干燥剂，我快速铺个短的啊，你们看一下，可做长可做短，愣淡的。这个甲面不平整，大家就不要介意了，好不好？我再给你们贴一个这个族人护甲练习记，完了一会儿我给你们做浅贴甲片后的塑形，看一下啊，尽量课程里面学一次就学明白它。就以后今天这一期跟着我走完延长课以后，做任何延长都没有问题，这是我的目标。我这个后缘留的稍微宽一点哈，告诉你们短指甲是怎么去这个带着脱。好了，我准备一个前贴甲片，做方形，对，我要做一个短方形，短的方形。
个笔油擦不掉，擦不掉，擦不掉不擦吧。夹片，现在我再来做，为什么那天我不完全教会你们？我现在再来做这个前贴夹片的话，你们就能看明白为什么我要放在这里了啊！你们今天跟着咱们一块儿学会这个止脱延长。前面不磨干的就慢，前面有水分干的也就慢。把肩压下去啊，交流有点大。贴应该就好贴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把你这样放弄这么脏。手机号6号。简单一贴，好吧？为什么现在让你们用夹片凝胶？只要胶放上去，照了灯，基本上就干透了啊！来，我就是底胶，贴前贴夹片，不，我现在夹片胶水几乎不用，主要还是刚才想快一点，但是其实有时候做起来还不如那个啥快。好了啊，来再捋一遍流程，捋一遍止脱延长流程。我做一个这个止脱有点让我捏多了啊，捏多了，不用紧。把这个地方最好是带上去，因为带上去吧，它这个位置加厚，它的支撑力就更大。歪了没事，我来调啊。对，带好止脱之后，来第一层取了大胶珠，直接点到我们要这个夹片跟止脱的边缘，然后往下带动。喜欢方的做方的，喜欢别的什么形状做什么形状。来看一下，先不要管两边 AB 点，你就先上下把这个胶在指甲中间给它铺匀就好。不要，只要你就感觉上什么呢？我碰不到甲面啊，我碰不到止脱，碰不到甲面，我就在胶里面来回滑动，你是像只鱼儿。在它荷塘，好了，中间你看基本上连的差不多了之后，你再用这点点鱼胶去确定，哎，把它的 AB 点这一层不是做加固的啊，所以只需要延长出去，不要有一胶 AB 点完全衔接明确，是不是？它的衔接位置比较漂亮，边缘呢干干净净，很漂亮的这种形状线。这边哎，我点着这边走，是不是直接把边缘做的干净一点，待会儿就省得修了。左边呢也是一样。AB 点连接上之后，慢慢的用这个笔啊，带着胶把它边缘的直线给它做出来。如果胶少了再取一点，胶多了的话就刮掉，根据情况来定。你看，就顶着边缘，就跟咱铺后缘一样，我只需要把边缘形状线做直，哎，沿着 A 这个甲沟延伸出来的这条线是一条直线，是不是？一般光疗胶它是比较粘稠的，它不太容易淌胶啊。淌胶一个是你们做的时候那个止脱不稳定，就来回动；第二个呢就是涂到肉里面去呀，或者说啥止脱没有卡好。来，先找个灯。好了，试一下啊，往下抠，看看能不能抠动。哎，还是有点软，那么再照一会儿。如果觉得说可以的话，把胶拿走，别对着光，还得多照一会儿。其实这个会了，第一层做好的它，其实我给你们演示一下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用前贴夹片在指尖，我把它的这个形状长度确定好了，对不对？确定好了，剩下的2层怎么做？你们还记得吗？剩下的2层怎么做？还记得吗？在底胶之后是怎样？底胶之后先连接接缝处。
先连接接缝处，然后第二层是，这是第一层，第二层先薄涂，别忘了这一步，先薄涂再加固，也就是说这一层的作用主要是加固加厚的。然后第三层找高点，找高点呢，同样也是我先薄涂啊，这些都一样，只要甲面有要涂光疗胶整甲过的话，先薄涂一层，薄涂之后中间不要忘了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塑形，塑形随时存在啊。最后你该修行修行，该干嘛干嘛，这是这个铺胶上来，过一下，你看这样一掰就开了，说明这样就干透了，基本上。慢点啊，别硬撕，人家有的比较很娇嫩的，是不是？这基本形状方形就有了，对吧？来铺第二层胶，第二层怎么着来着？先薄涂，刷子上有胶，我就先薄涂，沿着我后缘会留的稍微有点宽哟，就没有0.3，就是很窄很窄那个样子。这个嗓子有点冒烟儿。好了，不要有大量的气泡，只要甲面干净无颗粒感，就算不平整也没关系。来，我们再去后取一坨胶，能看见我取胶的过程是吧？直接堆到甲面上去，因为现在做的短呀，短的话咱们就把它当成1/2左右去做就行了，就当成做本甲建构，对不对？本甲建构怎么做呀？后缘稍微薄一点，不要太厚了。后缘因为胶要自然而然的出来，而不是怎样，不是用它的那个厚度啊，厚度。来，把中间的胶竖起来，拉下去，直接拉下去，这不是有大量的这些胶吗？给它拉下去，轻轻的啊，不要速度太快，速度太快就会产生气泡。好了，你看这个甲面变得平整了，是不是？刚才我第一层忘了塑形了啊，没有塑形，你们不要把这层忘了，我直接在这一层一块照就行。好，两边把胶给它带下去，自然而然就衔接到一块儿。好，第二层结束，快不快？是不是很快？哎，你再去照一个吧。刚才没有塑形啊，应该给它塑一下形，再去铺第二层胶。我错了，宝贝们，你们千万不要忘了，好不好？你跟小店也是。好了，可以。好了，来拿来之后，千万不要忘了这一步。来看一下现在它的状态。当我们往里去收拉的时候，有没有感觉瞬间就变窄了？是不是？很快啊，很快。所以说这一步很关键。刚才我那一步犯了一个弥天大错，就是底下的时候没有塑，但是那一层呢比较薄，倒还不会影响太大。但是这一层是绝对不可以忘掉的。像我指甲盖就能给它弄起来，看到没有？你们想要的 C 弧半圆这也就有了。其实就这么去做啊，只要是照灯没有完全照干前，你先把它的形状给它塑出来，你看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不难吧？这个，你们现在都还在没？都还在吗？该到吃饭点了，是不是该有去做饭了？看啊。好了，这一层之后，我们可以先简单的一个打磨，也可以不用磨，铺第三层胶，再去照灯30秒，给它照干之后再铺第三层，或者是接着再铺，因为它不半干的状态下，我们一块去照灯，再照灯的话，它不至于太厚。现在这一层的主要作用是什么？来，最后一层主要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我挡住，看最后一层主要是啥？我给挡住。都忘了吗？哎呀，我这记忆性，来先薄涂，一定先薄涂，不薄涂你自己这么随便划拉的甲面也不会晕。只要薄涂过之后，你随便划拉，它胶才会自然流平啊，很关键的。最后一层找高点啊，做制高点，然后从侧面先去观察高点在哪里缺胶啊，应该怎么样，用多少量的胶，是不是？用多大量的胶？你看我每一次铺胶方式都会有点区别，这就是我一直告诉大家，这些东西没有这些流程化的东西，它不是什么流程化，必须要怎样？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，你只要能做好就行，好吧？
又不是说前面那个铺上，咱这一层不铺它就没了，不是的。你看，我就统一去修行了啊！你们也可以先修完形再铺胶，这样呢，打磨的时候磨的也少，是不是？打磨的时候磨的也少。找高点，对，你们说的这些都是对的。然后铺胶不要过厚，只要把它高点找起来。你们现在从侧面看感觉很别扭，扇形是因为这个位置铺的往下了，有一个角，把这个角磨掉就可以了，就没事啊。所以说主要你要目测，你知道哪里那个胶应该有，哪里应该没有。指尖，哎，把胶给它往后带，指尖胶只要往后带，它就不会太厚了。有点多，发现好了。来倒置一下来分手，翻出来分手。就这么个铺胶方法，你还说断还掉，怎么可能？噔噔的往上去堆。这个胶，厂家有联系我，我给大家去用，我试了一下，刚刚打开啊，还可以，我就随机挑战一下。好了，去照个灯吧，照灯吧。我呢，为了快一点，我就直接用打磨机，然后先塑完形之后，用打磨机整下去磨一遍就过了，磨一遍就过了啊。这个就完成。方形其实就这样做，无非就是在第一层的时候，我们要怎样找衔接处，然后做形状，做长度，做形状，做长度啊，把它的长度和形状都确定好，好吧？其实大 C 弧，我个人感觉也还行，但不是那么喜欢。我觉得指甲薄薄的、精致一点更好看。我不喜欢像那种非常 C 弧的那种。就个人喜好啊，个人喜好。其实这个时候再磨嘛，胶就有点厚，你们磨就得多注意，多观察侧边。你看我磨掉那个角，现在不是一条直线出来了吗？是不是？然后注意它的一个厚度，厚度的话，我们用打磨机统一调整，先去确定它的边缘形状。打直线过来，前缘拉直线，好，偏方形一点啊，这是方形。方形前端，我昨天有个学员，我忘了之前给他回，他就是想象中是这样的，但是他修出来是一个圆的，说明你们在修方形的时候错调在弧靠里，只要垂直磨，你想边缘是直线就是直线，想让它是弧线也能修弧线。用打磨机过一遍，去给它抛磨一下甲面。我们直接用后搓啊，直接用这个粗的，你们用薄薄的就行，不需要这样。卸甲的话才会用到它，吸尘器啊，再放一推翻。检查高点厚度差多少，多还是少，哪里高哪里低。其实这个问题倒不大啊，宝宝们，问题不大。咋了？啊？算数？你怎么关心起这个来了？你看，反正你在这看似是当模特，实则在偷学，是不是？轻轻的啊，这次打一定要轻，你们的手不稳的话就不要用打磨机了，用你们搓条就行。或者再找它的弧度，轻轻的先把光面打掉。哎，这样一看右边就高了，这样看会更清楚一点。把面积打好。学会了没？是不是都撤了？你们就是看直播有一个这好处，想撤就撤，我不能想撤就撤，完了再回来再教教你们。好了，我再擦掉，涂一层胶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也就
结束了。短方形啊，延长也可以做，就是不管你只要想做啥样的都能做了，只要是想都能做，不想的话不想的话就不想别做了吧。这个学习是一个很枯燥的事情，其实我很能理解你，所以我在尽快的去赶紧把它讲好讲完，多时间去练习。上，一天你手指卡包，投钱，给你整蛊了。没问题是吧？简单。可以照灯了，没有问题就可以去照灯了。你说你能看出，有的时候为啥你们说，哎，你是做延长做的是甲片，其实看不大出来，也都差不多，是不是？但实际上延长还是能看出来的啊，延长的形状一定比那个甲片要漂亮的多，好不好？行了，来，把这个拿去照灯，照灯一下。学会了没？学会了没？最后一个浅贴甲片就更比较简单了。浅贴甲片实际就是在铺完它之后，哎，打磨甲面该磨，一定是甲面就是不要涂底胶，打磨后直接贴好浅贴，上面呢就铺胶，铺怎么的？铺2层，就是厚2层胶而已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说我这么讲完之后，你们一下就会明白浅贴甲片为啥要比其他的贵，因为它对于指甲的塑形度要更好看。我想做高，想做就做高，想做窄就做窄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就相当于我们做的第一层啊，做的第一层，就这个意思。咱俩就可以了。就你们看看吧，喜欢方的做方的，喜欢这个做这个。这个刚好是从12点14分，20分钟，整个这个一边讲一边又，哎不对，那是15分钟左右吧，做一个。